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诺厨房，我是小诺。今天用大米分享一个新吃法，把大米倒入绞肉机中，出锅瞬间变美食，爽滑劲道，超好吃。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适量的大米，做这道美食要选择鲜米，这种米它的粘性比较低，做出来的美食口感爽滑不粘。我们往大米里面加入多一些的清水。先把大米清洗一下，有些人喜欢把米淘洗好几遍，又揉又搓的，直到把水变得清凌凌的才行，觉得这时候米就干净了，不会不卫生了。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，淘米是有讲究的，米中含有很多的维生素物质和无机盐，有很大部分含于米粒外层，很容易被水溶解。淘米次数过多，米中的 B 族维生素、无机盐和蛋白质这些营养物质就会流失40%左右。用手使劲的搓米，这种淘米的方法让米的营养物质流失的更多。所以淘米时应该用手将米轻轻的淘洗2次即可，然后把淘出的脏水给它倒掉，再加入清水，轻轻的给它搅拌几下就可以了。现在水里面就没有脏东西了，再把水给它倒掉，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大米浸泡在4个小时以上。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我这里准备了一根黄瓜，先把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黄瓜丝，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颗香菜，把它切成小段，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颗香葱，把它切成葱花，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几瓣大蒜，把它切成蒜片，再剁成蒜末，剁好后收入盘中备用。喜欢吃豆芽的朋友可以准备1盘豆芽。锅中烧水，把水烧开，水开后我们把豆芽放入锅中焯1遍水，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半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避免流失豆芽的韧性。然后把它控水捞出，装入盘中备用。4个小时后，我们来看看大米，大米的颜色呈半透明色，到现在已经发白了。我们抓少许的大米放在手上，轻轻一捻，大米就碎了，就证明大米已经吸足了水分，泡发的时间足够了。现在我们把大米直接倒入破壁机中，家里没有破壁机的，绞肉机、料理机都可以使用的。如果功率不太够的话，就多打几次。大米里面的水没过大米2厘米就行，不够我们就再加一点，就是大概手指的2个估计。尽量多研磨一会儿，因为米浆越细腻越好，不要带有颗粒。打好的米浆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碗里面，这时候锅里面烧点水，大概在200毫升左右。我们将烧开的沸水倒入米浆里面，烫浆，用勺子不断的搅拌，使其混合均匀。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米浆烫过后成品爽滑，而且不易断。米浆的浓稠度不要太稀，观察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勺子搅拌的时候，米浆能够挂在勺子上。烫好的米浆就这样先放在一边，静置15分钟。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点料水，准备一个调料盒，往里面加入1个八角、1块桂皮、香叶，再加入1把小茴，扣上盖子，把它放入锅中，往里面再加入200毫升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把水烧开。水开以后再煮5分钟，就可以把调料盒夹出来了，再把它倒入碗中备用。这时我们往锅里面再加入少许的香醋，再加入100毫升左右的清水，把它稀释一下，再加入1勺的大料水，再次把它烧开，煮开1分钟就可以关火了。然后倒入大碗中，
这个醋水要提前盛出来，放凉过后才可以用的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米浆了。米浆在煮之前一定要彻底的搅拌均匀，搅拌的过程中你就会感觉有淀粉沉底了，一定要把底部的淀粉全部的搅拌均匀，这样做出来的米皮才会定型。搅拌均匀后，准备一个模具，然后舀2勺米糊放入模具中，给它晃动平铺均匀。水开后，我们用蒸架架上，然后把米浆放进来，盖上盖子蒸3分钟，全程大火，这样有助于定型。蒸到表面看不见白点，米皮鼓起大泡，再用夹子把它取出来，放入凉水中放凉1分钟。我们可以用2个模具交换着来做，这样节省时间。盖上盖子，再蒸3分钟。这边米皮放凉就可以取出来了。取米皮时，我们可以用刮刀在边上给它划一圈，用刮刀给它呛起一点，然后2手托着，把米皮像这样很轻松的就脱掉了。看一下，非常的完整，也很有韧性。接下来1张、2张、3张全部都用同样的方法来做。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米皮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晶莹剔透，而且呢特别的薄。不过薄归薄，还是特别的有筋道，弹性也是非常的好。然后把饼皮放在案板上，给它对折过来，再对折，再切成条，切成宽约1厘米的条。切的时候，我们的刀上最好沾上水，不然也容易粘的。接着我们再来切1张，这个宽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，喜欢吃宽的就切宽点，喜欢吃细的就切窄点。切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，然后把它装入碗里，然后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醋水，接着再加入准备好的蒜末、葱花、黄瓜丝、香菜，还有绿豆芽，最后再来1勺油泼辣椒油，这样吃起来更加的酸辣开胃又过瘾。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均匀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。这样做出来的米皮清凉劲道爽滑，非常的美味好吃。这道做法跟凉皮类似，但是比凉皮好吃多了。米香浓郁，口感劲道十足，加上自己制作的调味料之后，吃着特别的过瘾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